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现状。那房地产在中国呢，历来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啊，那是因为它有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种全局的地位。那中国房地产走到今天呢，可以说已经过了总量狂飙突进的一个时代啊，大家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分化和冷热不均的状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房地产从08年走到现在的一个过程。那大家可以看这张表。那这张表可以看到，在08年的时候呢，中国房地产的销售面积是 6.59 亿平方米，销售额呢是 2.5 万亿。那自08年以后呢，中国房地产就踏上了高速列车一路开始飞速发展加着杠杆的发展。那在10年呢，销售面积突破了10亿平米，销售额呢突破了5万亿那一直到走到今天2018年、19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销售面积达到了17万亿平米。然后销售额呢是在15万亿这个水平。那到2019年呢，已经突破了15万亿，接近了16万亿那基本可以确定的就是呢，19年就是中国房地产销售的一个总量高峰是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巅峰那这个巅峰呢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有没有后有来者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几大房地产巨头呢，你像恒大、万科、碧桂园基本也都实现了5000亿以上的这个销售规模他们任何一家企业的销售规模呢，就相当于很多行业的全行业的一个规模。那希望呢大家能记住这个数字就是这个15万亿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将来可能是会是中国房地产历史上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意义的一个数字。那2020年呢，今年因为一个受疫情影响，第二个呢，房地产从高峰开始滑落。那今年应该说是中国房地产销售开始下台阶的第一个年份。那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图形化的一个图还是这个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曲线。那基本销售面积上了10亿平米以后到现在就17亿平米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就从2008年到2019年，这个销售面积呢差不多是翻了3倍，然后销售额呢是差不多翻了6倍所以说现在这个均价呢，就是整个全国来讲，这个均价相比08年是翻了1倍多一些的。但是因为各个城市之间冷热不均嘛有很多城市其实这些年并没有涨多少，但是像1线城市核心的2线城市他们可能翻了5倍6倍都不止。好，那了解到这个总量高峰以后呢，我就想说一下最近比较热门的关于天津房价的下跌。那天津的房地产市场呢，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北方城市房地产的一个缩影那大家现在只要上网搜一下这个天津房价，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关于天津房价下跌的新闻那我们随便呢可以来看一则那这个呢是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它这个说1平方米下降了这个5000元。那天津的房价呢进入下降通道。走到今天呢走到现在，这个天津相比房价的当时16、17年的最高点差不多回落了是有15%到40%，而且越是远郊的呢下跌的越多越是核心区域呢或者是学区房这种下跌就比较少。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天津的在售房源的涨跌情况。你可以看到这个9月份以来呢，最近一周绝大多数的这个在售房源都是下跌的状态。那关于因为这个天津房价的下跌在媒体上炒得很热也上了热搜，所以天津市政府在9月11号呢还出来做了一个官方的澄清说这个可以看这个标题说这个我市房地产市场这个价升量稳。那一个城市房地产这个价格的下跌或者房地产的疲软呢，是有深厚的原因的一般来说是经济原因加上人口的这个净流出。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天津近几年的这个经济状况。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天津的 GDP 增速从2017年就开始低于全国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今年呢，由于疫情影响 GDP 增速呢更是大幅的下滑那这个直接就影响到天津市地方财政的收入。那地方财政呢，很多的地方财政其实这个税收都是不足的，基本要靠这个卖地这块形成政府性基金来弥补。那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城市呢都越来越依赖卖地政府的这个卖地收入俨然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第二支柱。而且当地的这个土地市场的成交量是否旺盛或者成交价格是否旺盛，还牵扯到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也影响到当地的城投公司债券的成功发行。所以说这个土地市场呢基本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津经济啊，这个增长的这个乏力啊，这种背景下，天津市政府呢，它是怎么去弥补它这个收入来源不足的啊？它主要呢是通过2个办法啊，一个呢就是卖地，尽量多卖地啊，大量的卖地。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012年以后啊，天津土拍市场的一个卖地情况。你可以看到，天津在19年啊，这个18、19年明显加大了卖地的数量啊，卖地的这个面积。2019年呢，天津一年就出让了155宗土地，成交的土地面积呢达到1810万平米啊，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事实上，你根据这个天津统计局的数据啊，就是2019年天津的土地收入呢是1361亿，那这个呢比天津的地税收入，就是地税收入是1634亿啊，只少了200多亿，基本构成了天津市财政的第2大收入来源。其实中国的很多城市啊，现在这个卖地收入基本都已经成了当地的啊，就是第2大的收入来源。那天津在2019年的时候，他做了2020年的这个财政预算啊。那当时这个预算呢，它非常的激进啊，它这个预算里面希望土地收入这块预期呢要增长27%啊，达到1817亿的更高的天量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天津之所以出台这么激进的卖地计划啊，那是真心呢离不开土地财政的收入啊，如果达不到这么高的土地收入的话，它这个财政收支呢就会有巨大的缺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财政预算都是根据支出啊来这个去找收入的，所以倒推过来呢，它就需要这么多的这个卖地的收入啊，去弥补财政收支的平衡。这是天津市的第一个做法啊，怎么去找钱，就是卖地。第2个办法呢，就是变卖国有企业的这个股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其实每年应该都有的，就天津市2020年精品国企混改项目集中公开推介项目这个网上的推介会啊，这个在天津有一个产权交易中心啊，它这个网站上面的，那每年呢都有大批的国企混改项目去公开推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那这个表呢，就是天津市国企啊对股权变卖和转让的尺度，你可以看啊非常宽啊，允许呢外部投资者持有51%以上啊，基本就等于把这个企业的控股权给转让出去了，或者是这个引进增量的投资啊，也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啊，这个也可以注入资金。所以天津市政府呢，解决收入的解决这个收入燃眉之急的另一个办法呢，就是变卖国有企业的一些股权啊，或者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那有一个数据呢，就是天津2019年它的这个公共财政收入呢是2410亿元，那其中税收收入呢是1634亿元，同比增长了0.6%，但是非税收入呢776亿元，同比增长61%。那这个非税收入之所以增长这么高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变卖国有企业的股权啊，或者是引进战略投资者来实现的。好，这个是在天津啊这个财政收入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天津市采取了2个办法啊，非常典型。很多其他地方呢啊，这个财政压力比较大的地区啊，也是采用相同的办法。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天津市人口近几年的一个流入情况。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天津市啊，最近几年的人口流入是越来越缓慢啊，上到1500万以后，基本就缓慢了。那之前呢，2018年5月份，天津还搞了一个海河英才计划，其实就是这个人才引进计划啊。但很多的人才呢，它其实不是冲着天津市的经济或者就业机会去的，它是冲着这个天津市的户口来的。那天津市户口呢，参加高考，它的录取率高，也容易考上好大学啊。所以说，很多人他买了房落了户，最终呢人没有真正的来到天津扎根落叶。那数据呢可以看到，2019年天津的常住人口只增长了2.23万人。好，其实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呢，全国的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啊都在流失啊，基本3线、4线、5线的城市这些人口呢都在净流出，主要呢就是流向了核心的20几个1、2线城市。那根据中泰证券研究所的这个宏观数据，比如说江西啊，2019年江西有11个城市呢，有10个城市人口都是净流出的啊，就除了省会城市都是净流出的。那福建呢9个城市有7个是净流出的。那2019年全国人口净流入增加最多的浙江啊，它也不是所有城市都净流入，它11个城市里面有4个人口呢依然是净流出的。你像人口增加第2的广东呢，它有1半的城市人口啊也是净流出的。所以说你就可以感受到啊，整个全国啊几百个城市
啊，包括一些人口净流入的大的省份，它很多的城市也是这个流出的啊，全部流到哪里去呢？就流到了最核心的那25个城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啊，这张表呢就是常住2019年主要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量。你可以看到这个杭州呢是第一大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啊，这人一年流入了50多万，后面是深圳、广州、宁波、佛山、成都、长沙啊。那这些城市呢啊，往往房价也比较坚挺啊，这个是跟人口净流入是一脉相承的。那大家可以看到上海和北京啊，这个人口净流入呢已经越来越趋缓啊，因为这个房价过高了以后啊，本身也会抑制人口的净流入啊，因为门槛太高了。你像北京就是一个典型啊，北京呢人口非但没有净流入，还净流出了。好，这个呢就是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房地产现在的一个整个格局啊，大的一个格局就能感受出来，就是绝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啊在流出，房价呢在阴跌或者横盘，那只有这么20几个人口净流入的核心城市呢啊，房价依然坚挺，有的甚至在涨价。那在这些啊阴跌的城市里面呢，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啊，非常难以出手，就可以说是挂牌很久呢都无人问津。那大家最近也看到一个消息，就看到恒大又开始了进行7折的大甩卖，对吧？那年初的时候呢，2月份疫情的时候，他搞过75折大甩卖啊，这次呢动静更大啊，动作更大。当然了，它跟这个就是央行给他出的房地产的这个3条红线啊，就是让他降债务的这种压力有关系啊。但是还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恒大啊一马当先，开始这个他的目标非常激进啊，他要金九银十这2个月实现2000亿的销售额啊，然后紧接着呢，碧桂园传言啊也可能跟进很大的这种打折销售。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房地产的高峰过后的这个下坡路上啊，这些龙头房企们都在加速的出货啊，加速的抢夺现金流啊。大家要知道，这个购房人呢，其实是一种稀缺资源啊。各大房企呢啊，你想找到这种买盘人、接盘人啊，你就要看谁的动作快，尤其是这种在广袤的3、4线城市，因为它人口的整体的净流出，再加上老龄化啊，这个买房的人呢是越来越稀缺了。好，讲到这儿呢，我们最后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个循环啊，就天津市它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尤其是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实整个的京津冀区域呢，房价都是这几年都是下跌的啊，但天津呢又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那它这种典型的恶性循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个当经济增速开始下降啊，人口呢就开始净流出，那房价呢这个时候开始下跌啊，土地财政呢缺钱。那土地财政缺钱呢，就更要加大土地供应啊，这个大量的增加新房的供给。那房子的供给增多以后呢，房价就更难上涨啊，这个土地价格也会影响土地的价格。所以为了维持这个财政的平衡啊，这个它又不得不增加更多的土地供应。所以今年内呢，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啊，就是更是经济的大幅下滑，明显呢这个大幅卖地都已经不够了，所以呢还增加了大量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额度啊，也增加了特别国债的发行，来去填补这个地方财政的资金缺口。所以说，中国的北方很多城市，包括这个大量的中国3、4线城市，都面临着像天津一样的困境啊，就是你如果当房地产蒸日上的时候呢，啊，你看不出来这些问题啊，一切的都岁月静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房地产上行周期的时候，它会给经济啊带来很好的正反馈效应啊。这有一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房地产上行周期的时候呢，啊，居民按揭买房，它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那资产价格上涨呢，它会产生财富效应啊，有了财富效应啊，包括这个房地产啊，作为最核心的抵押物，它可以带来这个信用货币 M2 的扩张。那这样呢，消费就更加旺盛啊，市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货币，大量的这种货币，那企业收入上升啊，企业就加薪扩招，居民收入啊上升，然后这反过来呢，再促进居民的按揭买房，所以这是整个在房地产上行周期呢，会形成非常好的一个正反馈啊，可以说是大家都是赢家，不管是房地产企业、居民、地方政府、银行啊，所有人都是赢家。但是当这个房地产开始进入下行周期以后啊，这个作用力呢就会反过来啊。那反过来以后呢啊，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地产在周期末端以后啊，或者下行周期开始以后，那整个啊这个就可以看到房贷负担开始加重啊，居民呢节衣缩食，反过来挤压消费啊，挤压消费以后，企业收入下降，企业降薪裁员啊，居民收入
更加下降啊，所以就形成了这么样一个恶劣的这个反馈啊，糟糕的反馈。那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格局呢，基本就是这样啊。这个当总量呢达到15万亿销售额的巅峰状态以后呢，各地区之间的分化就开始越来越明显。那绝大多数城市呢，由于经济活力的下降，年轻人口的净流出，它开始步入一个持续阴跌的过程。那在房价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呢，又给当地的财政收支带来巨大的压力啊，不得不更加的依赖大量的卖地或者大量的举债来填补这个资金的缺口。中国呢但中国还有极少数的10几个1、2线核心的城市人口在净流入，所以在经济低迷的当下，它房价呢依然能保持坚挺啊。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得不注意，就是我之前节目里面讲到这个长租公寓的暴雷啊，这个长租公寓的广泛暴雷呢它其实意味着租赁市场的急转直下啊，租赁市场的疲软。那大家知道，租赁市场呢是跟居民就业息息相关的。当租赁市场开始大量暴雷呢很有可能就是微观上就业市场出现问题的一个前瞻信号啊，这个值得我们警惕。那长租公寓所在地呢，很多都是这个就业吸纳能力很强的核心1、2线城市啊，大家可以看新闻里面暴雷的都是上海成都深圳广州这个核心的一些1、2线城市吧。那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租赁市场和这个房屋买卖市场它是分裂的两个不同世界的这个人去参与的市场但是就业市场如果受损严重的话，最终呢会威胁到购房市场居民举债的这种能力。那大家知道这些年这个房价之所以能维持一个高位，或者房地产的这个销售总额能这么大，很重要就是居民的这个按揭买房这个贷款的能力就是举债的能力、扛顶的能力。那每年呢，中国这个居民的贷款的负债总额呢，大概在6、7万亿这个水平就是进入16年以后，基本每年的负债呢都是6、7万亿这个水平。那这个呢是维持房地产市场量价不萎缩的一个重要保证。所以如果居民就业出了问题以后呢，势必会影响到居民贷款买房的能力，或者居民这个负债扛顶的这种能力。好了，今天呢就先讲这么多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